Hello，大家好。今天加拿大央行发布了最新的货币政策报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将会提前加息。最近房产市场有一种观点，那就是尽管房价飙升，未来几年不断涌入的接盘侠会抵消利率上升的影响，并稳住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加拿大政府一直把房产市场寄希望于大量接盘侠的涌入。疫情爆发后，新移民的人数大幅下降。联邦政府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移民的人数为184370人，远低于341000人的目标。这一巨大的缺口造成了加拿大政府对房产市场的担忧，因此急忙推出了抵押贷款延期支付、超低利率等一系列救市措施。这些政策非常成功，在疫情期间推动了本国居民购买了大量房产。2016年的联邦人口普查显示，39%的5年前抵达加拿大的新移民购买了自己的住房，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跃升至70%。很多专家认为，尽管房地产市场不太可能继续保持目前这种疯狂增长的速度，但去年新移民的巨大缺口导致了联邦公布了更激进的移民目标，计划在未来3年内引进120万新移民，其中今年引进40.1万名新移民。很多专家认为，目前加拿大可能会有些通货膨胀，但这一切可能会被大量涌入的新移民冲入房产市场所抵消。然而实际情况却没那么乐观。一方面，加拿大正处在第3波疫情之中，边境的开放仍然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加拿大移民部已经改变战略，把目前已经住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作为工作重点，也就是今年新增加的移民主要是那些已经住在加拿大的人。这样一来，房产需求并不会显著增加。事实上，目前的房产市场已经开始自然降温了。由于房价飙升，大量的资金开始转向其他投资市场。根据加拿大投资基金协会的报告，3月份加拿大投资基金的净销售额为177亿加元，共同基金领跑，净销售额达130亿加元，平衡型基金流入90亿加元，而股票型基金流入45亿加元。最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加拿大房产市场已经开始自然降温，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就不应该在6月1号起提高抵押贷款压力测试的基准利率，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楼市降温措施。他们认为，即使没有这样的措施，楼市也会逐步恢复平静。其实，在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的时候，保护借款者不承担过多的债务负担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利率可能面临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严格监督，一旦利率快速上升时，这些贷款人才会仍然有能力偿还贷款。另外，用这样的措施监督银行和贷款人，可以确保他们不会因为盲目追求利润而承担过高的风险。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最近通货膨胀率跳涨，3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 2.2%。同时，加拿大央行今天将基准利率继续维持在 0.25%， 其中银行利率为 0.5%， 存款利率为 0.25%。加拿大央行今天还宣布将逐渐减少量化宽松，从4月26日起，加拿大政府债券的购买量将削减1/4的规模，也就是把每周购买债券的规模从目前的40亿加元削减至30亿加元。加拿大央行同时宣布，由于经济比预期恢复得更快，最早将在明年上调基准利率，也就是将会提前加息，这比之前的预期大大提前了。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为了刺激房产市场，央行一直在强调2023年之前不会考虑加息。今天央行正式收回承诺，因此高通胀很可能导致高利率明年就会出现。这一点是买房时准备选择浮动利率的朋友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选择固定利率时，利率上升的风险是由银行承担的，而选择浮动利率时，利率上升的风险是由贷款人承担的。疫情爆发后，美国的房价上涨也非常快。为了获得抵押贷款买房，美国的贷款欺诈行为激增。2021年第1季度，抵押贷款申请欺诈风险指数大幅提高，而且越是销售量高的市场，贷款欺诈行为增长率就越高。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6月1号以后，加拿大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这还有待于观察。
疫情爆发后的利率下调是为了帮助加拿大人降低他们原来的借贷成本，但这同时也增加了购房者的预算，因此很多加拿大人疯狂地借更多的钱。购买力的提高也导致住房供应的紧张，较低的利率和较高的预算同时导致房价飙升。加拿大房价上一次见顶是在2016年，当时抵押贷款利率非常低。接着在2016至2017年，安省和 BC 省都出现了房价调整，与此同时利率也上升，最终导致房价下跌。当时很多人买到了高点。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显示，当贷款利率上升1%的时候，会导致房价下跌6%。也许历史现在正在重复。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